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就用平价又鲜美的带鱼，教你超简单的家常做法，出锅瞬间香气四溢，肉质鲜嫩，还没腥味，搭配也是常见调料，不用复杂技巧，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美食是如何制作的吧。今天早上我去市场买了5条带鱼，花费了13块钱。虽然这些带鱼看起来比较小，但我觉得价格实惠，非常划算。在处理带鱼时，我首先用剪刀剪掉鱼头，然后把鱼肚子剪开，把里面的内脏清理干净。带鱼的肉质非常细腻，鲜嫩可口，没有太多粗糙的纤维。鱼体内含有一定量的脂肪，尤其是在鱼皮和鱼肉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油脂，这些油脂在烹饪时会释放出来，使得带鱼的口感更加润滑，不容易干涩，同时也增添了一种浓郁的香气。处理完毕后，我还会把背上的鱼鳍直接扯掉。这样一来，整条鱼就显得干净利落。再清洗一下，要确保鱼体干净。将洗净的带鱼放在案板上，接下来需要在鱼的背部打上花刀，这样可以帮助鱼肉更好的入味。打完花刀后，另一面也要进行相同的处理。当切到第5刀时，可以将鱼身切断。尽管带鱼的肉质非常鲜嫩，但其肉质并不松散，反而保持了一定的紧实度。这样的结构让带鱼在口中咀嚼时，不仅能感受到弹性，而且不会轻易碎裂，增强了吃的体验和口感层次。切好带鱼后，将其放入一个碗中，准备1小块生姜，将其切成细丝。生姜不仅可以去腥提鲜，还能为带鱼增添一丝独特的香气。取几根小葱，切成小段，葱香的味道与生姜相结合，将为这道菜肴增添更多的风味。把切好的生姜丝和葱段加入带鱼的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料酒，用手轻轻抓揉，让鱼肉与姜葱充分混合。料酒的加入是为了去腥，带鱼本身的味道较为腥腻，因此通过这样的简单腌制，可以有效地改善其口感。通常我们在处理带鱼时不会刮掉鱼鳞，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们更是如此。可能有些地方会选择刮鳞，但这也因个人习惯而异。将带鱼腌制大约10分钟，让调料和香料的味道渗透到鱼肉中。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带鱼的腥味会大大降低，鱼肉的鲜美会更加突出。在准备这道菜之前，我们需要多准备一些大蒜，先将大蒜拍碎，然后切成末。取1根小葱，切成细细的葱花，增添菜肴的香气和色彩。同时准备2根小米椒，切成小圈，以增加菜肴的辣味。这道菜的灵魂在于豆豉，因此我们要将豆豉剁碎，
这样更容易释放出它的风味。将剁好的豆豉放入一个碗中，将提前准备好的热油缓缓淋入碗中，热油能激发出豆豉的香气，使得整道菜更加美味。调味时，盐的用量不宜过多，因为豆豉本身就带有咸味，为了平衡咸味，可以加入一点点白糖，这样能提升整体的味道。接着加入1勺生抽，增添鲜香，再加入1勺蚝油，增加丰富的层次感。最后，使用勺子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味调料充分融合。再准备一把大蒜，将其切成小块，以便更好地释放香味。取一块生姜，同样切成小块。生姜的辛辣可以中和鱼腥味，提升整体风味。准备一把红葱头，将其切成小块，红葱头的香气更为浓郁。如果没有红葱头，也可以选择洋葱或小葱作为替代。将这些切好的葱姜蒜放入一个盘中。现在腌制的带鱼，把里面的这些葱姜蒜不要，把带鱼挑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取一个砂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并将其加热至油温升高。当油热后，放入之前准备好的葱姜和蒜，炒出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至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后，此时将腌制好的带鱼轻轻放入砂锅中，让它与香料充分融合。接着，准备好调制好的料汁，均匀放入锅中。确保带鱼能够被汁液包裹，将砂锅盖好，调至中小火，慢慢煮10分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鱼的鲜香味会慢慢渗透到料汁中。煮的最后1分钟时，将火调至大火，并在锅盖周围淋上1圈高度白酒。这一步骤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激发菜肴的香味，酒香与鱼香交织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在出锅前，撒上一些新鲜的芹菜，增添色彩和风味。这道豆豉焗带鱼就这样完成了。豆豉焗带鱼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，其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让人垂涎欲滴。选用新鲜的带鱼，搭配经典的豆豉，经过焗烤后，鱼肉鲜嫩，豆豉的香气渗透其间，令人欲罢不能。在这道菜的制作过程中，调味料的搭配至关重要。豆豉的咸香与带鱼的鲜味完美融合，带来层次分明的口感。加上一点点芹菜，不仅提升了菜肴的色彩，也增添了一丝微香，让人感受到味蕾的冲击。吃上一口豆豉焗带鱼，外焦里嫩的口感令人陶醉，仿佛每一口都在诉说着海洋的故事。这道菜不仅适合家庭聚餐，也能为朋友聚会增添一份独特的风味。无论是与米饭搭配，还是单独享用，都是一种享受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道菜，不妨亲自下厨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这份美味的惊喜。相信豆豉焗带鱼会成为你的心头好，让每一餐都充满期待与满足。快来一起享受这道风味独特的佳肴吧！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